看看今天小狼直接给大伙带来一个亮的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叫我官人啊，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这个玩法啊。其实圆桌骑士呢，无论是速通啊还是摊分，我狼都做了不少了。最多的呢做的还是传说中的打宝啊，也是这个现在呢也是做的差不多了。现在做这种闯关游戏也太难了啊。都一样的，很多人不愿意看。其实想想，那你拳皇15，你97不也一样吗？当然玩家不一样而已啊，毕竟还是一个对抗竞技类游戏。但是像街机这个吧，我个人感觉，以我现在的混对吧，这个混直播手段，做混视频手段，其实就是他妈的放一个游戏在讲故事，对不对？所以说还好。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咱们这里面呢是选这个用圆桌骑士选这个斧子难，咱们的玩法呢是进格挡。进血杀，进吃血，进宝物，啊，也就是说吃那个宝，然后这个可以把人变成小青蛙呀，什么全屏阵呐，什么奖命啊，或者说是什么的啊，对吧？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但并没有说禁用马啊，并没有说禁用马，而且呢，这个游戏升级是可以加血的，就即便你不吃血，对吧？但是呢，你升级会加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格挡的话没有也还好一点。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咱们这个玩家呢是最终呢是一币通关，他给出的说法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吧，有点装逼了，有点贪刀了。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因为最后一关的 BOSS 你要跟着他打挺磨叽，他为了多贪一刀，结果呢就去世了啊，所以说就是挺遗憾的。就如果是不贪刀的话呢，一命通关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呢，这个以后再说。那至少在我这儿看啊，反正呢，咱们这个也不扯这个乱布值，也不扯什么这个对吧？什么打宝啊，也不扯什么速通摊分了，咱们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玩法啊。就是说，其实我感觉像他这个玩法，对于咱们新手来说啊，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格挡这个技能呢，很多新手不会用。你格挡，人家都是说有个格挡键，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对吧？三国战记就是前 C。第一时间防御，对吧？专门是一个键子，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呢？还有一个呢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电神魔魁，对吧？你电神魔魁你可以选择对吧？这个按住 A 之后的防御，按住了可以一直防啊，除非是背后打你啊。然后呢，这个游戏什么呢？你得先摁攻击再拉后，就是表面上咱们来讲这个防御是后 A， 但事实上应该是 A 后。这个就很烦，你知道吗？我是觉得我就受不了，精神病。包括他的重击也是人，对吧？你重击就前手，比如说你像《三国战记》里面关羽看刀，对吧？你像这个对吧？赵云啊，或者说是马超前手，黄忠射箭前手，你是手然后拉前，哎呦，这个事儿他设计的吧，就不要个大逼脸，就属于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就来的主要是好，感谢我们的道先生赠送的粉丝示爱卡支持我了，这个距离3星还差300多啊，对吧？只要300多，这个 boss 好了，骑马上来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无敌时间啊，但是很少，感觉用这个斧子看起来好像攻击距离很近，但是给人一种伤害特别高的感觉。而且大家伙知道打宝呢是这个斧子，这个打宝厉害啊，斧子是打宝确实猛。当然这个斧子最狠的是啥呢？就是它升级之后加的这个盔甲，就是要带一边的臂铠，然后呢还有护膝，然后那边呢是就是它有一边是有护铠，然后呢有这个金属的这个鞋，另一边呢就穿的是传说中的皮鞋，然后只有一个膝盖的护膝。太抠了，感觉啊，人家的盔甲都是满盔甲，他这一半喇，不合适啊，对不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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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召唤一匹马，这马的颜色绿了吧唧的啊，有点东西，特别混搭，它特别跟这个斧子男啊，这个衣服搭都是绿色的。石溪哥来了，
石溪哥现在还在想呢，我狼不要个逼脸啊！哈哈哈，我狼到现在啊，我那个超火都送了，你到现在天王一命还没出来呢啊！绝望了啊！明显就是泰森的第一太绝望了，嘣嘣巴巴的啊！来，石溪哥3手大金卡，石溪哥要帮我冲3星吗？石溪哥说你要点脸吧啊！距离3星啊，这么一看，好像是还差一点点呀。在此刻也不能不要脸了，对不对啊？在此刻已经不能不要脸了啊！算了吧，打不打都行。不过我其实说白了，我还真是因为啥？我就是真是因为自己就技术谈不上有，但是也不能说是就经验是有。有的时候吧，就是犯了，对吧？全玩家都会犯的错误，什么呢？就是贪了，就舍不得放一些宝，就贼舍不得啊，就嘚儿，你知道吧？啊，你们懂，现在懂不懂已经没有用了。现在瓦郎现在真的啊，这个求一个红都非常难。咱先不说求那个什么火箭超火了。求一个红都好难呀啊！好，前手过来，好，一顿撩。这个人叫什么 T 对吧？什么 T 什么 LL TALL， 然后那个他这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应该是叫奸诈的人，应该是啊，还不是什么呢啊？ OK 3星了，兄弟们 ，OK 完成3星挑战啊。虽然说3星挑战呢，也确实挺嘚儿的啊，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啊，但是呢，如果要是能4星，不要个逼脸啊！好，感谢我们的画眉哥啊，再次又补了一手伤害啊。这手伤害补的我狼，哎，心态直接崩了啊！好。这个宝不能吃啊！这个招我觉得它就是后摆手、后前手，就是练这个手。这个招呢打血虽然说不多，而且呢还不能把人砍倒啊，不如这个前手。但是他这个招呢远呀，他架不住他远呀，对不对啊 ？Help！ 哎，留下一个宝箱，我真是服了啊！小兵身上带宝箱，你救完他，把宝箱扔下来给你。要不说啊，对吧？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什么意思啊？古代的打仗就是打钱呐，想要鼓舞士气，那古代很多封建王朝，无论是中方西方啊，都会有这么一个效果，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城久攻不下，啊，首先会跟对面说，如果你们投降，我们肯定会优待你们，对吧？你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视为这个对吧？上战而已，对吧？啊，上策。但是如果说你们就是防。那你们不投降，我进去之后，对吧？我可就要屠城了，懂什么意思吧？我可就要屠城了，而且呢，纵容士兵呢这个烧杀抢掠，对吧？你攻城是很多士兵说啊，说你看你让我去攻城，我玩命跟你攻，对吧？那肯定有点死伤啊，对吧？那我费那么大劲儿干嘛？我不可能会费那么大劲儿，但事实证明啊。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就为了奖励啊，对吧？有的时候就得使出这种招。虽然说老百姓，所以说战争啊，对平民老百姓是真的是啊，还有对一些参军的这个，对吧？是真的是很难受啊。这是生命如草芥，他们财富啊、女人呐、全归你了。这时候打仗都有劲儿啊，人本性就是，对吧？这种动物嘛，对吧？当然呢，也有一些征战者呢，确实啊讲道义，而且咱们据说咱们古代啊，对吧？比如说咱们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你要做一个忠臣是没有问题的。什么叫忠臣呢？就是说当有人要侵略的时候，你对吧？你先叫援军，自己先守城。如果你守城守了这个100天啊，也有其他的天数啊。
但大概上来讲就是100天。如果你守了100天，对吧？你再投降，那么呢，你的这个母家呢，就说白了，比如说你是，比如说你是，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吴国的这个诸葛恪啊，诸葛亮的侄子啊，官拜太傅，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呢性格不好啊，这个人性格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诸葛恪呢就比较难受。他去攻这个魏国，有一个城啊久攻不下，但是呢也快差不多了，对面都已经弹尽粮绝了，只要再咬牙，哎，直接就可以攻下来了。但是呢，人家这个守城的人呢，就派使者过来，对吧？就把他们把这个城的这个城的这个官民的这个封册，还有这个城的这个印都运过来，说你看我吧没办法，我必须得守城，为啥呢？如果不守城，那我的亲人就得被斩首，株连这个对吧？株连9族这种，大家能理解吧？就株连了。但是呢，如果说啊，我要是超过我现在都已经90多天了，如果100天我再投降，我家人不被连累，我也没事儿，对吧？啊，我是想投降的，但是你希望你能体谅我，而且不差这几天，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啊？是这个就比较狠啊。好，这里边各种大砍刀啊。对啊，就说的就是这个诸葛恪的这个故事。但事实上也是，你想想啊，就是战争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啊。你看那个张昭，他为啥一直要投降？对于张昭来说，投降就是最优解，对吧？为什么是最优解？你听我跟你分析啊，是这样的。首先呢，就即便这个孙权有没有好果子吃啊，咱们先不知道。但是呢，首先呢，这个张昭呢，他的格局呢，不是格局小，只不过呢是格局没那么大而已啊。因为他没有想到孙权的登龙之志，他也并没有想到这个汉献帝以后会变得就不值钱了。在早期的时候呢，献帝是很值钱的，无论是最开始的董卓啊，第一个拿汉献帝来打牌的人，第一个是董卓，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这个李傕郭汜，你也可以说是王允，但是王允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嘛啊。李傕和郭汜，然后呢是杨凤，然后呢才是曹操，对吧？这个曹操呢才是最会玩汉献帝这张牌的人。这不就是唠到这儿，不就是那么一句话吗？说你这个，对吧？你说你关键张昭是啥呢？你第一他是正统的大汉啊，第二呢你也打不过他，对吧？第三呢，就是为了让这个黎民百姓少受点苦，咱也别打仗了，对吧？你打仗干嘛呢？统一了多好啊！统一了之后，以张昭的这个能力，张昭并不是像那种武将文臣那种，不像他更不像说诸葛亮和对吧？不像诸葛亮和司马懿这种又能打仗又能建设国家又能开府做丞相的这种人。他就是纯是帮你们发展民生的，像这种人才，如果曹操拿了天下啊，像这种人才直接就是能直接就当官，就好比吴国派使臣啊，这个使臣叫这个那个人叫啥来着？叫啥华歆是吧？啊，叫华歆是吧？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对吧？就当成使者，派他去魏国谈判。他去了魏国就不谈，就直接留在那儿了。后来还当了这个，他不是华歆，叫什么？不是，这什么来着？啊，我忘了，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啊，好像是叫华歆嘛啊。他后来就直接跑到哪儿了？跑到这个魏国就当官了，而且最后官拜司徒啊，不司什么来着？我忘了，官挺大。所以说投降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没法说啊，是吧？张昭，对啊，张昭确实是啊，因为你不能说张昭狗，那张昭他做的事儿就是最优解，对吧？就是最优解啊，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吧？啊，当然呢，在这里跟大家伙讲啊，这就是说啥呢？就因为张昭的这件事儿，所以说你让孙权他的一辈子的敌人不是曹操，不是张辽，不是刘备的荆州，而他一辈子的敌人是什么呢？他的敌人就是江东本土的这个势力集团，懂我的意思吧？啊，录播的时候没有摄像头，是因为放的是视频，有的时候就放摄像头不好啊。
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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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顿蹦啊！噔噔噔噔噔噔噔。OK， 这个小兵啊，他也有盾啊，你看啊。以前在游戏厅《三国战记》能一命通关的，我告诉你，普通难度现在真的，普通难度诸葛亮一命通关，我稳啊，我真稳。困难难度不敢说稳，但是困难难度我也通关过。但如果说是这个其他角色，赵云普通难度一臂没问题，张飞一臂没问题。仅限普通难度啊，仅限普通难度。好，这个人一出场，电影说是暑期上映，但是你也知道啊，这个电影圈，尤其是院线电影，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跳票。跳票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你拍完了之后，本身定档是在暑期档，比如说2022年暑期档。但是呢，你可能觉得这个档不好，你可以延后啊，跳票。你可以什么呢？你尤其是你还制作的不是很好，宣发也没到位，或者说这个暑期档呢有好多牛逼的电影把你给挡住了，比如说同类型的电影，或者说是对吧？你确实你排片排不好，就得找关系，懂我的意思吗？啊，看电影这种东西呢，大家伙也都了解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好电影，那必须有电影的需求。有的好电影是会让人专门去看的，有的电影不是。有的电影是啥？有的人去看电影，他就是看有啥电影，看一看。有人喜欢看爱情片，有人喜欢看这个，对吧？这种对吧？大片有喜欢看特效的，有喜欢看3D 的，有喜欢看这个，对吧？这个喜剧的，都不一样。他有时候可能会跳啊，这我不太清楚啊。听。这边，哎呦我去！啊，叮！哎，别把这EP 吃了啊！up 吃了也挺嘚儿的啊。这个4进的玩法是叫我官人嘛啊，当然事实上呢，虽然说没有一命啊，他只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死命了，就是贪刀了。最后一关那地方呢，说白了他就是点磨叽。什么叫贪刀呢？贪刀呢就是觉得时机不错，出一招多打一点血，早点结束战斗。但是呢，结果呢节奏不对，让 BOSS 反杀了啊而已啊，就是这个啊。啊，啊！OK， 有个亚瑟王全尽无伤。那没见过那个视频啊！如果有那个视频的话，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没见过啊。其实这个游戏进血，我觉得它升级加血，那就无所谓，对吧？你升级加血，那跟在进血这一块啊，就还是一般般啊，一般般。不解说97最近那么大战术，来，现在有什么比赛？你告诉我啊！现在有什么比赛？你告诉我。明天我知道有比赛，今天没什么比赛。明天我会解说何时跟灰灰的比赛。今天有什么比赛？你告诉我啊！之前亚瑟我也解说过啊，之前我看亚瑟我也看过啊。
亚瑟那个好像是3进，进格挡、进血杀、进吃血，没进宝物。这里面进宝物，其实我觉得全靠体术也无所谓啊，毕竟有走位和大劈，对吧？有走位和大劈，这就可以。好 ，OK 啊。感觉这个斧子吧，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大长斧子啊？用一个短斧子啊？这个就有点难受了啊！一个短斧。好，哎，肥慢，肥胖的人是吗？肥，其实就是肥，多简单。所有的游戏啊，就都叫肥，对吧？如果要精英肥，就叫铁针。对吧？再精英一点就叫赵家五虎，或者叫刘青云都行。啊，传说中的武士，人家哎做个小马扎子，你看这个武士做个小马扎子啊。好，回身小摆拳，跳去躲。啊，这用跳去躲这个必杀啊。好，直接这个会火遁，走位。就不千万不要太那个什么，太贪啊！有小兵来了会很难受。哎，这个小兵很有意思啊！跳，哎，有伤。我感觉这个有伤，这个敌方有伤是太狠了啊！这个啊，你像这个就但凡是游戏啊。他虽然说他面对的客户有可能他想发行到美国、发行到欧美这个地方，但他一定要也考虑本国的感受啊，他要做一些这个，对吧？比如说像这个自己的元素，像忍者呀、什么这个武士啊之类的，也一定要做这种。如果没有这样的角色，可能本土玩家不买账啊，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吧？啊！喂，你看他自己的兵都能打，但是他自己兵还能防，这个是有点狠啊。啊，回马100，好，一个下跪直接死。虽然说看起来像黄金圣斗士，但是还是啊，一个腿上有盔甲，另一个腿上只有膝盖上有一个护膝。然后呢，这边胸铠左边肩膀上有一个撞击铠，右边呢是一个正常的盔。然后呢，对吧？露肚子，太抠了啊！这斧子也没强化他，你看，我感觉这个肥他拿的斧头都比你拿的帅啊！你这个小短斧，那1寸长1寸强，1寸短1寸险，不合适啊，对不对？哎，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特别喜欢穿这种盔甲，而且必须得带披风，就有没有那种情节？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啊？好，好，回马，前手，双斧头跟那个双锤差不多啊，双手那个对吧？武器和双持武器还不一样啊，双手武器和双持武器还不一样，但是你像那个一力降十会啊，隋唐好汉里面的第一，对吧？第一这个头号打手李元霸，对吧？这个擂鼓弄金锤，是不是啊？人那个你管他锤长不长的，但是那个锤它就不一样啊，对吧？人家那个是，对吧？是吧？一手拿一个，那能赢？这不是啊？你像那个典韦也是啊，他不是那个设计啊，他路数不一样。所以说，你看，有的适合骑马，有的不适合骑马。你比如说，你说这个骑马啊，如果你两手一个手拿一个，那这个就有点嘚儿了。如果你一个手拿一个，你骑马的话，你看你有点难受吧？虽然说你有马蹬，但是呢，你骑马你就没有那种一个手拽着这个，你可以控制方向，另一个手单手拿一个长的武器，
这时候又能划了一片，又能是吧？你像关羽似的，你像王者荣耀关羽骑个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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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劈单手对吧？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就完事儿。然后呢，把马立在那儿，两个人较劲的时候可以双手拿着武器啊。大家伙儿知道这个杠杆啊？咱们说，哎，就是我这么跟大家伙讲啊，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啊，这个一个手的力量，比如说假设是100，另一个手的力量也是100，但是如果说两个手同时用力量。是多少？你们会认为是200是吗？但事实上呢，就不是200了。再加上你身体的这个这个三角的这个稳定的这个使劲的这个效果，加上脚蹬的这个力，对吧？你如果说你两只手，那就绝对不是2加2的，绝对不是100加100等于200，100加100有可能会等于300或者是400。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就好比就是说写轮眼。对吧？一只眼睛发挥的力量永远是懒弦子啊，大家能理解吧？啊，得两只眼配合一起才行。哎，左眼天照，右眼加剧土命，对吧？左眼是可以远程神威，右眼是吧？左眼是那个近身神威加虚化，右眼是这个远程神威。大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啊，这就不一样了啊。他头发呢？这个斧头男啊，由于级数太高了，头发都掉没了。就像踢足球，像什么罗本啊、齐达内什么的啊，这个等级高了，经验足了，结果呢，脚踩风火轮，踩到自己就没有那个，对吧？就没有头发了啊，这太难受了啊！这是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名字叫圆桌吃饭骑士。拼，好大劈。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当！好，一会儿有三国，我们刚才刚解说完三国啊。刚解说完三国，这圆桌桌子呢？圆桌骑士啊！一会儿可以考虑一个短篇的三国试一下。嘟嘟嘟嘟嘟。OK， 这个 boss 啊，我每次看到这儿我都想说啊，这个 boss 到底它的动力是啥？嘣嘣巴巴的啊！好，哎，感觉这个到底是啥？这个是牛肉吗？兄弟们，你看这是什么肉啊？这个惠灵顿牛排，毛毛虫那个这叫啥？这个面那个蛋糕啊，切片啊。好，哇，这空中吊的那个啥烤鸭吗？吊炉烤鸭啊，看起来就好吃啊，真的啊。噔噔噔噔噔。好。好，前手。
老鼠肉是啥呀？好，来看看这个幻影骑士啊，感觉这是长得确实帅啊，这个哥们儿有主角脸，还会撇菜刀，而把他撇的是真菜刀，兄弟们，这是菜刀队的啊。好，如果我想问一下，如果全程不用大 P， 就全程 A， 就全程只用 A 这个普通 A 招，能不能过关？有点踏实了，是不是啊？好。盯着呢啊！好，大 P 后拉，哦 ，OK 啊，啊，前手。这个一会儿看看啊，你看墙上那个盾牌跟斧子，装饰用品。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是那个什么方天画戟，这都是装饰用的啊。真实历史上你用那纯属是装逼。咱也不得不承认啊，可能有一些天生神力的人，但是大家伙就算是天生神力，你得相信一个事儿的事实。这个事儿叫什么呢？如果是天生神力的话，你得相信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叫啥？叫做我他妈用劲儿了，大哥。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啊，就是你再用劲儿，你再天生神力，那你得相信那个牛顿力学呀。好的，这个地方有点难受啊。他刚才被这个怪打了2下，很难的了啊。好在是马上就要升级，但是能不能挺到升级，我就不知道了。OK 啊，好升级，哎，这才公平嘛，要不然一会儿打最后的 BOSS 那不扯了吗？对不对？呵呵哈哈的啊。好，后前手，前手一 A， 好落地。来看一下最终的 BOSS 啊！刚开始他骑马，然后有一个复活的机会，人家才是真正的流星锤黄金圣斗士，看不看见？人家这才是啊！但是我感觉他这个马啊太瘦了，这个马都承受不，这马有点像小矮马，就那个于谦养的那个啊。这小马太矮了，那他妈的，这你好意思？你穿一身重金属，拿着一个养的得有个对吧？得有200斤重的大流星锤，然后你给这儿，那马都快受不了了，对不对？噔噔，好。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伙说贪刀的问题啊，因为不能防御，如果能防御的话，就能跟他直接一个防，然后利用防之后的无敌时间用大 P。这个呢，就是为啥说在这儿死了呢？就是他贪刀了嘛，你懂的啊。好。这地方也没有小兵啊，跟着走啊！很多人说这是干嘛呀？他是，他这个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求稳，他确实挺难的啊。如果按照他这个玩法，就得跟着走，你就得跟着走。
啊！好。啊！好。他现在他到底哪个地方被秒的？我们看一下啊。但是其实一会儿呢，他在马上还能再起来一下啊，在马上装死，就是我死啦。然后哎，一个复活，就是有点像那个早期传奇私服里面那个复活术，唰一拽啊就复活了啊，冒光，就非常帅啊，就这个。感觉变强了也变秃了是吗？好，回头 A 一手。你们这什么新婚快乐？你纪念日就纪念日啊，一天天来的啊。好。一会儿到那个大半管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掉下来了啊。我们木烟哥，木烟哥太狠了，一天天的啊。我感觉就是所有的 BOSS 都是这么设计的啊，没有小兵的 BOSS 就不是 BOSS。哎，这个小兵啥意思呀？好，一个复活术。这个小兵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啊！他过来送了2个宝。好的，王冠掉下来了，看不看见？长得这个脸啊，其实挺磕碜，给他头面具干起来了。好，你看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贪了一刀，结果马没了，啊，这就非常难受了。哎，你看这被卡了一下。跑走，其实他到目前为止啊也是有这个机会的啊，结果不小心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地方没整好啊，是吧？啊，哎，就这个地方没整好，运气太差啊，这运气太差了啊！实话实说，那个马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要不然一命通关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也确实很极限了，兄弟们，确实很极限了啊！最后呢，也是感谢这个叫我官人啊，这个大奖杯，我勒个去！在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